这个国家真的是很辛苦才可以来到。从马来西亚坐了7个小时45分钟的飞机呢，去到多哈那边，再转机坐多一个7个小时的飞机去到挪威。去了挪威过后呢，再坐一个差不多3个小时的飞机才可以来到这里，也就是我们这个影片去旅行的地方——冰岛了。玩完了，你以为？我们终于到冰岛了，很累啊！我们应该用了24小时。Mr. Lu 就是我们这个影片的金主爸爸了。嘿 ，Hello， 来冰岛玩，讲他名字有便宜，讲离岛，真的讲离岛有便宜啊！哎，我爸爸。耶嘿！我们冰岛的第一站就是来吃东西，哇，很安静哦这里，我讲话都不敢太大声。因为这边没有什么人车也少。冰岛本身就是人口比较少的国家，然过后我们现在第一餐呢 ，Mr. Lu 就带我们来吃泰国餐，因为他讲过后的几天都会一直吃西餐，他怕我们太想念米饭了，所以给我们回味一下先。其实逼死！其实冰岛这个地方哦，是我们第2次来了。人家回第2个家这样哦。有没有哇，来2次就回第2个家，没有啦，就是有那种熟悉感啊。哎，我觉得可以给他们看一下我的衣服哎。你这样子哦，冰岛的天气会发脾气啦。因为这边很冷哦，没有人会穿到这样的。可是如果你看到会这样子穿的呢，我觉得88%那个人是马来西亚人来的。因为我们现在刚刚到嘛，然后先吃好东西，等下就去那个酒店了，所以我就懒得换衣服了。等下去到酒店呢，才一次过换，这样就不用换来换去，这样嘎啷嘎笨嘛。今天的行程就是秋啦，在酒店休息。明天就开始哦，开始这边跑那边跑啊，爬山啊。哦，by the way，如果还没有看上一个来冰岛的 video 呢，你可以按右上角这个 link 那边去看。这东西很饿了。我们这几天在冰岛哦，就一直看到这样的风景，马路啊、highway 啊，旁边就是这样子吧，没有什么店，没有什么楼，平平的。然后你看青色这些哦，就像是那种青苔啊，都是那种火山爆发过后啊的那种岩石啊，整片都是。然后那青苔就生在上面了，不能踩的，如果你踩哦，犯法。哇，够力哦，哟！这边是刚刚那个火山爆发完的那些叫什么啊？熔浆啊，熔浆来的，黑黑这一些。这边的人真的要马上去做好那个路哦，好可怕哦！然后外面那边还是有烟的嘞。原本的路是这样咯，然后火山爆发哦，这些熔浆啊盖掉那个马路。哇，很忙哦！哇，你看，很忙哦！哇！哒哒，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住宿。这边借住几晚。哇，很温暖啊！这是我们的房间，其实还是可以睡3个人的。你看，他给我们3个床哦，我们明明是2个人罢了。可能要给鬼住了。哦。哇，它厕所很干净耶！新的嘞，肯定干净啊。Very good, very good。很累哦，现在冰岛这边6点半哦，马来西亚现在是半夜的2点半，所以现在哦，我们很想睡觉。你看这要睡。走咯，要吃东西了咯。应该是我喝过最好喝的 tomato soup。肯定咯 ，Mr. Lu 请的嘛。我们平时客人来都是喝这个，都这个汤。
Mr. Lu，你要跟我的观众介绍一下嘛？你是谁？然后这么这样厉害，这么这样有钱？大家好，我是 Mr. Lu，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其实认识 K 老很久了的。有没？应该1年吧了，1年多了，我们认识。K 老来过冰岛，那时候我还没有酒店，然后我那时候就答应说，我2年后要买一个酒店送他，没有啦，给他住。然后呢，现在是自己开了这个酒店，然后怎么会这样有钱呢？来了，重点。来冰岛开车哦，带团哦，努力做工哦，酒照喝，烟没有抽啊，然后没有叫鸡。什么来的？这个是？你这样讲的话哦，我现在马上什么都不要做，我来这边做 taxi， 10年后我就有一个酒店了，噻。很难啊你。因为他会叫鸡。是你很难啊。你。现在那个时差很严重，现在才8点吧，太累了，我们不讲了，我们睡觉了，明天起来再慢慢玩。早晨，我係 Kelo， 现在是早上的7点半。不过我要报时间呢，每次我都不明白，好像闹钟一样。因为今天很特别，早上7点半哦，天还是暗的。是哎，这边跟我们上一次去的国家就不一样了。上一次去的国家呢，就是比较早的那个天气就很亮嘛，然后现在有7点半了，天还是很暗的。哇，冷啊！是啊，3度啊，这样。可是我们在房间里面呢，就比较温暖一点了，因为这一种比较冷的国家哦，房间里面呢会有这个暖炉的东西哦，给你的房间呢就热一点哦，你就开到最热，然后整个房间呢就会很温很热这样子。通常都会在窗口那一边的啦。It's time to breakfast。这次来冰岛哦，我还带了这个我很久之前买的东西来玩。你很恶心哎你！我们会用这个来拍一个 reels 啦，会 post 在 Instagram 啦。可是 YouTube 的话就没有用这个来玩。Hello， 今天我们会玩什么？今天啊，玩成人游戏哦。要了，今天我们去黄金圈。哎呦，今天我们去黄金圈，然后去看喷泉。3分钟、10分钟喷出来的。哇，跟我差不多啊。你呢？3秒啊。Let's go。去我们第一个景点哦，需要1个小时。其实在这边的地方呢，你去哪里哦，都相对来讲比较远一点，而且蛮孤独的那个 highway， 旁边2边哦有草地咯，有树木咯，还有山，然后没有了。可是当然啦，如果你有好像 Mr. Lu 这样厉害的导游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有更多不一样的风景啊，可以打卡咯，拍照这样子咯。而且我们去的这个河哦，不是每个人懂的嘞。Mr. Lu 讲是很 secret 的 secret spot。他讲哦，连 location 都不要放出来给你们看的。所以导游很重要，要找谁 ？Mr. Lu。其实我们已经到我们的目的地了，旁边这边有一个餐馆可以吃一个东西先，因为很饿啊现在。Mr. Lu，我们这2件东西加起来马币200多塊啊。30歲啊，30歲啊？給那個單你啊。OK 啦。OK，吃多一點。吃完我们的午餐，其实对面呢就是我们要去的这个景点了。等下我们走去里面一点点哦，你会看到一个很大的喷泉哦，那边哦它会不懂一段时间过后啦喷上来这样子，跟你吃完很辣的东西的时候，你的屁股洞一样这样。好像是硫磺来的，里面这一些一直冒烟，很热的，80到100度哎。隐隐约约会嗅到那个味道。什么味道？硫磺味，没有嗅到没？你放屁是吗？现在我们来这个地方叫 Gay Sea
间斜喷泉。然后它是怎样形成的？怎么会有这样的地方？这个深哦，这个我们地下哈、有一只水牛啊、有一只鲸鱼，不是 ，OK， 这地下是这样啊。我们冰岛的地底下有很多的火山熔浆，然后这个火山熔浆呢，它会烧滚那些地下的水。这个地方它很独特，就是它烧滚的水哦，有一个孔它就闭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地底下有源源不断的水一直涌入，所以它就滚，而且滚得快，然后就5分钟10分钟，它的压力一形成它就爆。其实你们看到的那个是比较小的，它还有一个大的喷泉叫 Giant Geyser 是在后面的。那个呢，将近10年、20年或者100年喷一次，最后一次是在2010年大火山爆发的时候它就爆，它一爆可以高达70多米，刚才的那个就可能5米6米，所以不怎么高。所以说你们来这边玩的时候，除了可以看到这个喷泉之外呢，应该要再上去上面呢看看，还有其他很多的洞口也是冒烟的，其实他们都可以喷水的。哦，就跟我们差不多一样啦。是啊，这个是会喷长一点点。哦，给，怪怪底这样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哦，是叫做黄金瀑布啊。那个风是大到了，那个瀑布的水哦，它一直飞上来啊，所以啊，你会很湿在这边。没有，应该拍我的衣服就看得出啊。刚才 Mr. 陆就有讲，这个黄金瀑布为什么叫黄金瀑布呢？是因为他们冰岛人就是他要这个地方赚钱嘛，然后他就骗那些游金人讲这边很多黄金，叫他们来挖黄金啊。然后那些人就挖，发现到里面是没有黄金的，然后他们就走了嘛。然后这个地方又变到没有人了，就有人建议讲在这边做那个发电厂，把那电拿去卖。可是那个农夫的女儿就讲，如果你们做的话，我就跳瀑布自杀，就是抗议啊，不要给他们去做这东西。所以他们到最后妥协啊，就只做这个观景台、餐厅啊，然后人家就来这里消费，然后也是赚了很多钱。昨天去玩那一个裂缝啊，然后我们一路上回来哦，太久了，那个时间1个小时多啊，哇！今天要坐5个小时。如果你们有来冰岛玩哦，那个行程啊，大概就是这样子吧。一到就下车看了这边看了那边，上车，然后就要坐很长的那个路程啊。有一种感觉哦，就是哦，你来这边啊，第2天的时候啊，你会很兴奋的，因为那个环境啊很新鲜嘛，那个感觉。可是，一到第3天的时候啊，你就开始感觉到怎么有异样的，看来看去的是一样的，你就会开始按电话了。我看来看去也是一样，这样你是不是也是要按电话了？ Good morning, Mr. Lu. Hi, good morning. 我们今天的行程哦，我听讲好像要坐5个小时的车哎。对呀、要去到冰岛的尽头。你的嘴巴肮脏了。哎呀，你太有，就是说有。没有啦，不要误会啊，在这边。今天去一个大地方，所以开得比较远一点。然后里面有蓝冰洞，有冰珊瑚，有钻石沙滩，所以是蛮壮观的，是冰岛最精致的景点。所以今天我们大部分都是在 enjoy 的时间啊，除了你就比较辛苦点哦，要驾差不多10多个小时的车。OK 啦，为了你哦。OK 啦。OK 啊。其实你缺干儿子嘛？我很干啊，但是但你缺的不是儿子了。出发。5个小时的车程蛮辛苦一下的，可是一路上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美的风景哦。因为下雨的话蛮辛苦一下的，因为这边的地上啊很滑很冷嘛，所以驾车也不能驾太快，而且那个风啊，它有时候会吹非常大的，他们的车会摇左摇右，这样蛮危险的。所以在这边呢，就算你有跑车也是没有用，你很难可以加快。我们坐了5个小时的车哦，终于到我们的这个目的地啊。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 shop 给你买一些面包啊这些东西啊，填一填肚子过后哦，你就要换车，换那种大型的车啊，进去这个蓝冰洞啊，因为普通的车我进不到。很远耶，这辆车。
夸张哦，这个车应该有你1个半的高度哎，看得出哎。看得出，因为你很矮。我们要去的前面这一个哦，有点复杂，因为刚才他讲的英文哦，有点难明白。大概就是呢，这个山洞里面的冰洞，然后等下我们要去那个呢，就是在冰川里面的冰洞。它的差别呢，就是这一个冰洞哦是在山里面的，像旁边那一边的冰洞呢，它就是在冰川里面哦。可是我们现在站在这边哦，其实在差不多10几年前啊，整个哦也是被那个冰啊盖住了。可是这样多年过后开始融，就融到去那边了，所以这边呢就没有冰了。可是我们发现到原来这个洞里面还有更美的冰，而且这个冰洞哦，也是在那种1、2年前才被人家发现的，才开始有人慢慢来啊，然后追身休息咯。刚刚有问了，原来我们这一个 private tour 哦，就是来这个冰洞，跟着下去后面的那个冰川的那个冰洞那边，整个的费用哦是马币10,000块。你要把他刚刚那辆车啊、导游啊，最多可以带10个人，所以他的车可以坐10个人。什么感觉？终于可以见到来这一个冰山洞了。这是大自然的威力耶！你知道这冰哦，它需要20米的雪才可以做成1 cm 的厚度的这个冰。你可以想象到它用了多少雪来叠成吗？不关我事咯，又不是我做的，大自然做的吗？那个导游就有讲，它的温度是减0.4度。跟我们的感情不一样哦，我们的感情是105度。Super Idol 的笑容。我们看了这一边过后哦，隔壁那个冰川啊，我们就不打算去了，因为导游有跟我们分析一下啦，就是哦，其实看了这边啊，基本上你不用去看那边了，因为这边是最美，比较大一点的，相比起那边的话。他讲这是他10年内啦看到最大的冰洞，而且哦，冰岛这些冰洞啦，它 last 不久了嘞，可能我们现在看到啦，明年哦不确定有没有在了，可能明年就已经消失了。所以趁它还在的时候哦，快点来，也不用赶着来了，分分钟过几年你来的时候哦，又找到一个更美更大的。怎么你突然间买muffin的？你又等我饿了？我突然间 surprise 你一个 muffin， 你会更爱我吗？我爱耶，是啊，很有心机的哦。这是我情人节礼物啊，哎，是啊，这个是情人节礼物，我喜欢。刚好啊，大家，今天是2月13号，明天就是情人节了，这个是你的情人节礼物。没有，我的情人节礼物呢？我准备的，明天你看。明天啊？嗯。钻石沙滩啊，看那个钻石，其实那个钻石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那种好像冰块这样的东西啊，从那个冰川跌去那个海啊，它就会飘去那一个沙滩那一边哦。可是这一次去不到，因为哦那一个浪比较大，很多那个钻石哦，就是那个冰块啦，没有飘上来啊，然后可能就是冲去不懂去哪里了。而且也是下大雨啦。是，也是有开始下雨啊这样子啊，然后我们就没有去咯。不过不用担心啊，我们看不到那个钻石沙滩哦，我们还有看到一些很美的冰川啊，我们有特地去拍一些冰川给你们看，补回咯，不然你们看不到哦，在那边生气啊就没有办法了。为了这些股东啊，全部在看我 video 的股东们的着想哦，拍一点冰川给你们看一下。很冷哎，刚才他手有点抖。是，我的 drone 差点回不来了，在这边哦，那个风太大，飞 drone 是蛮危险一下的。而且你的 drone 还很小。我的 drone 是抗风很差的，所以哦比较难一点哦。然后现在我们又要坐5个小时的车回去酒店，我想到就有点可怕。我们的晚餐会在路上哦解决，因为如果我们回到酒店才吃的话，就太迟了。喂，庄，你看那个是什么？北极光哎，很夸张哎，可是我肉眼看哦，它其实没有到江，它这样越来越明显了，快拍快拍！哎呦，闪掉了！你解锁一个新的成就哎，你生北极光的气哎。我自己有拍到很美的 video 咯，我跟你都没有拍到照片跟 video 是。这条水在那边生气了，他讲我刚刚那个北极光看到的时候啊，他没有拍到我跟他一起看到那个北极光的 video， 在那边生气是这样。
我们是比较衰啦。其实很多人来冰岛哦，可以看到很美的那个北极光的，可是我们真的是没有缘分。我们来看2次哦，2次都是只看到那一点点，白白片这样哦。眼睛看是白色，电话看是青色。他的眼睛我不懂这么啦，他讲看到白色了，我是有看到有一点青啊。青光眼。你看，一定是人家的问题了，人家看到青哦，就讲人家青光眼了。这你白色是什么？白内障啊？说。情人节快乐！今天是2月14号，情人节快乐！谢谢你跟我合作了这样多年。我的礼物嘞？我的礼物呢？我有的，你先给我先，我再给你。你们不知道啊，每一次有什么节日啊，都是问我啊，我的礼物呢？我的礼物呢？这次是我第一次问他，我的礼物呢？我有时候也是有送给你东西的啊，你不要讲到我像没有送你东西这样。哦，这个金链啊，要讲一下嘛，这个金链，的话有2/3的钱是我的。哪里有？哪里有是你的，是我的。你已经给我那个红包了，就代表那个红包是我的。哦，然后你拿那个红包的钱去买这个啊？然后我就送回你吗？可是那个红包是我的。可以。但这一次我的礼物是什么？你先送我钱，我再送你。我送你呢，那个照片哦，我 post 的吗？我每天破见鬼多照片，你又不讲。吔屎！然后有另外一个东西要跟你们分享，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啊，可是我有时候我会穿到那一种毛衣啊，就是好像类似这样子的这种毛衣呢，我的皮肤有时会感觉好像很痒这样啊，加上这边的天气冷，我的皮肤一在那种环境很冷的时候呢，就会开始有点痒，所以如果我再加上直接穿毛衣的话呢，我就会痒得很够力了。所以里面哦，如果你穿了这一个 heat tag 的话，你就可以隔住，这样就不会痒了。因为我昨天已经试了，感觉是可以的嘞，所以看情况啦。因为上一次我去别的国家也是比较冷的时候呢，就不会，可是来到冰岛呢，就有一点这样子痒痒的感觉。可能有一部分的原因是我里面天生的那一个猴子的那一个性格要出来了。吃完早餐要出发了咯。 Hello。Mr. Lu， 我们今天去哪里？今天我们要去 High Falls， 是一个 waterfall， 让你会 high 的。High Falls 啊？很高的一个 waterfall。讲个 spell 啊 ？HAIFOSS。High Falls。对 ，High Falls。你懂 high 吗？对，很会 high 的咯，你去了就会 high 哦。High Falls，here we go。我突然间就这样经过 Mr. Lu 的一片地 ，Mr. Lu 随便选一片的话，可以送给我吧？我拿一座厕所就好，有时候走一下，想小便可以下去小。其实我们只是路过吧，然后看到这边一望无际，就停下来拍一下东西。后面是整片雪山诶，我在牙齿啊，我感觉被那个冷风吹到哦，那个牙齿像要断了这样。你好像一直在喝冰水这样啊？啊，很干。上车了，继续走啊。Mr. Lu， 我们现在这边什么情况？前面有一条河，它桥断掉了，我们的车过不去了。所以那个河结冰，现在不能走啊。对啊，你看那边那个木板也破掉了，那个桥也断掉了。它本来做一个小小的桥可以过那个河，小小的河，但是整条河都结冰。所以我们今天就去不到那一个瀑布是吗？对，我们现在改要去一个九寨沟瀑布。哦，还是有瀑布啊？还有，就换不一样的瀑布吧。对，努力。加油！你要努力啊，我们只是坐住吧嘛。OK， 你要加油啊！走起吧。OK， 其实我们来到这个瀑布呢，叫做 Fossa Bracke， 这是冰岛少有人知道的一个瀑布。这个瀑布的水呢，主要就是来自那座山，叫做海克拉火山，这是曾经冰岛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这以前都是冰川来的，然后流下来呢，现在形成这条我们叫 Itiranga 海特拉镇的主要河。然后呢，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石头。冰岛呢，你一般黑沙滩啊，什么黑石头、火山灰都是黑色的，但是在这里呢，我们能得到白石头，是很难得的。而这个白石头呢，曾经输出去到德国去给人家新建筑材料，所以这个是冰岛的一个特产矿
庄园。你如果在这里拍照的话呢，你会感觉到在月球的。所以有一句话，如果这辈子不能到月球，就到冰岛来。你看，冰岛 ，Welcome you， 来到冰岛找绿岛啊，有开心哦，这样讲。有，很开心，很开心，谢谢。终于要吃午餐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到哦，就要吃午餐了。是啊，今天一直在坐车吧嘞，坐这样，然后下车看一下瀑布又上车这样。那家 KFC 哦，在冰岛啊是很好吃的嘞。那我们想去吃麦当劳的，可是呢，冰岛哦是没有麦当劳的。Mr. Lu， 这么冰岛的鸡哦比较好吃一点。因为冰岛的鸡，他们在农场里面有活动的空间，然后他们有那个抽风机 ventilation， 里面空气是新鲜的，而且他们有除臭剂，他们有给鸡冲凉。鸡怎么冲凉呢？他们会用泡沫洒过去，然后那些鸡的身上都是很干净。一般上的鸡是不会冲凉，所以很臭。他们还放一点音乐啊，音乐。对，然后在死之前没有做什么，死之前就给它杀掉这样。要去哪里？我们现在要去甲估计啊，我才要热身先。我要这样子冲出那个门啊，我怕很冷哎。那个 jacuzzi 露天的、户外的，我们现在从我们房间快跑过去，然后快进去那个水里面。看到极光了，Good morning, my friend。睡醒呢就要去吃早餐，吃完过后哦就要出发了，去别的酒店。期待吗？期待，一定期待的吗？期待你发现我的爱。我等你要讲是早餐，刚 challenge 我在那边躺住按电话，他讲你还不快点去准备啊，我要吃早餐。我跟你讲了，我要吃早餐的，然后我就起来准备啊，然后现在我已经搞定了，他还在化妆。小姐，我情人节礼物我已经准备好吗？哪里？你就是那情人节礼物啊？耶、很大风哦，走啦，不要玩了。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上次我们来过这里，一模一样的这个地方，它是玩那个 snowmobile， 就是上山连坐那个摩托滑雪的，还有那个 ATV。本来我们要去冰川走路的，然后因为天气不好，所以就来了这里。今天我们就坐 ATV， 因为 snowmobile 真的是玩不到。你看到了那个风真的超大的，然后这里的价钱也是会因为天气啊，还有季节上上下下。一个人大概马币1000块啊。这个是否那个 ATV 啊？如果是 snowmobile 加在一起2000多3000哦，snowmobile 1500是啊，好像是。这 ATV 是去黑沙滩哦，然后还去看那个飞机残骸，就破飞机哦。哦，那个 Justin Bieber 在那边拍 MV 那个啊，对对。上一次玩的时候呢是我驾，所以这一次呢就交给林敏庄去驾，希望我不会死啊。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记得跟我家人讲我爱他们，然后在我的丧礼不要哭。然后如果要来我丧礼的话，我的好朋友们记得给多一点钱。我离开家的好不好？这
这辆飞机呢，在以前60、70年代的时候啊，打仗的时候，美国的军队呢就有一辆飞机在冰岛的上空飞过，结果飞到一半的时候哦，他们的那个引擎啊就发生故障有问题，结果呢就被逼 landing 在那个海边那边。这样 landing 的时候呢，附近的居民就看到嘛，他们就跑过来帮忙哦。有的人就把那个飞机师啊那些啊送去医院那一边，然后剩下的人呢就把那个飞机从海边拖到来比较靠岸上的地方了。然后过后呢就有人 offer 他们的帮忙了，就去修那个飞机。结果修的过程呢，突然间下了一场很大的雪，就有其中一些人被困在那个飞机里面呢，整整3天。然后其他人呢也来不到救他们，因为那个雪真的是太大了。然后过后美国的军队呢有跟他们讲他们会回来拿回这个飞机，结果一放呢，整整放了60多70年，到现在都还没有拿回去。然后为什么这个地方会红呢？刚刚导游有讲，好像在不懂2015还是2016年的时候啊，有一个加拿大的小屁孩呢来这边拍了一首 MV， 结果全部人呢就懂这个地方了。那个人就是 Justin Bieber。超级大风，刚刚那边那个海浪哦，不是开玩笑的，千万不要靠近啊，会死人的。那海浪很大哦，它会把人啊给卷走了。我刚刚跌倒突然间有一个超级无敌大的风，一吹上我整个人是。夸张啊！可是我觉得很神奇啊，第一次体验这样的风，真的是被吹走了那种感觉，太厉害了。耶！终于到了我们今天的住宿，姐妹就住2晚。哇，好大呀！没有灯了，我掉卡插这边吗？哇老喂，你都没有插完进去，插这样放住不了哦，要这样。哎呦！哇！其实哦，我们这个 hotel 啊，就在机场的前面罢了，所以我们酒店看出去外面就是机场。东西放好了哦，就要准备去吃晚餐了。为什么你这样？臭啊！你的鞋快点穿啊！刚刚啊，我要脱我的鞋啊，我奇怪怎么这样臭啊？什么味道哦？没有留这个 hotel 的味道的嘛？是不是 Berjaya 的嘞？没有可能臭的嘛？他讲原来是我脚，我嗅一下还真的是。整个房间都是你很夸张你袜子几天没有洗啊？没有，我刚刚那一双袜子呢，昨天穿了，然后今天我又穿回，你要穿2天，一下子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你脚会这样臭啊！哇老走啊！So wet my hair. Wet then you dry lah. I am not helping you to dry today. I tired. You last 2 days also not helping me. Today also no. I don't want. I won't help you dry. Last time you say you will help me dry forever and ever. 今天的晚餐呢，拍的那个方式拍得比较快，为什么这样子呢？是因为哦，其实刚刚我们的那个晚餐呢，是跟 Berjaya 集团呢其中一个高层啊，不懂大家懂不懂 Berjaya 这一个集团，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个很大的公司啦。在刚刚那个晚餐那边呢，就一起吃啊，一起聊天啊，这样子啊。因为我们现在住着的这一个酒店呢，就是 Berjaya 集团其中一个酒店啊，在冰岛这里，所以刚刚呢就很荣幸可以跟他一起吃一个晚餐啊，这样子咯，然后聊天聊很久一下。所以整个过程我也不想拍太多东西啦，因为我怕等下他不舒服啊还是什么，毕竟第一次见面嘛，就拿一个 cam 这样怼就人家来拍的话，不是这样好意思。嘿嘿嘿。很够力哦，你昨天晚上。
怎么？你扯鼻鼾扯得很厉害。真的咩？太累了都应该哦。你现在不懂啊，等你回去你看 video 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们的米奇拉嘛，之前哦，在没有穿裤的情况下，突然间对着我脸啊放屁。哪里有？不要乱讲哦。example 啊，这个镜头是我啊。我没有这样哦。你们可以自己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我们今天的行程呢，就是来到冰岛最大的城市，也就是他们的首都啊 Reykjavik 啊。然后这边其实我们2年前呢有来过一次，如果有印象的人啊，就会有看到我们在这个彩虹的这个路这边拍过照片。所以今天就是走走啊，来看看 building 咯。因为这几天我们一直在比较郊外的地方啊，都没有看到有店啊、有楼啊，所以现在走走，等下我们就去一个我们一直很想再去的地方 Sky Lagoon。可爱吗？这个就是艾斯伦当地的维京人，所以这样我才发现了63块这个东西。哦 man， 这贵了咩？好料啊，下次还要来吗？Sky Lagoon。今天要去做 SPA， 在冰岛哦，除了 Blue Lagoon 啊，大家可以过来 Sky Lagoon 这边，它有7个 step， 然后听讲是非常的高级。我没有记错的话啊，我记得它里面呢有一个地方啊，是可以做那个桑拿，然后可以看海的，是不是？那个真的超美的。然后那一个露天的那个温泉哦，哇，一流！你去了一次啊，你一定会想再回来第2次。Let's go。在这里开 locker 那一些啊，就是要用手上的这个东西去 scan 到了。然后另外一个这个黑色的带呢，就是等下里面有7个地方给你去，要进的时候不要给他看到有这个东西，然后就可以进去了。我们这一次很厉害，一来就来最顶级的。然后我们的更衣室也是 private 的，就是可以在自己的空间，因为它还有分另外一种更衣室是 public 的，就是你也要跟人家 share 那个厕所这样子。private 的就比较爽咯，其实你也可以自己一个人用一间呐，2个人share一间也是可以。哦耶！沖完涼之後就下水啦。呢個水哦係冰島最天然嘅溫泉水嚟嘅，所以我哋下水之前一定愛沖涼，死白白。入邊仲有水送吧啊，真係好 chill 啊！一邊飲啤酒一邊睇靚景 ，enjoy 完我哋嘅啤酒之後，就入去呢個我嘅 dream space， 就係5級海景 view 嘅收拿啦，真係好靚啊！睇完冰島嘅傳統沐浴，喺呢個惡劣嘅環境啊 ，embrace 呢個大自然，同大自然和平共處。過後呢，我哋就去 meet Mr. Noor Azman， 我真係好 impress 啊！估唔到 Berjaya 嘅高層 manage 咁多間 hotel， 都可以對每一間 hotel 嘅細節了如指掌，喺很熱情招待我們 special menu 裏的晚餐。最開心嘅係喺冰島嘅最後一日，我哋仲可以睇到比澤光，真係好開心啊！好啦，係時候返屋企啦，非常之感謝 BP Holiday 呢個冰島之旅真係好夢幻，坐咗17個小時嘅飛機先至到屋企。你哭起來，我笑起來，都為了愛，愛有一天翻。隨便頂住，不然我可以唱更好。喲呼，我們到馬來西亞了。哇，这是什么艾斯人口音啊？那我们这次冰岛的消费哦，其实我记录了很多东西啦，然后到最后我才发现，其实我记录的那都是废的，因为这一个行程哦，它是有一整个 package 啊在那边的，然后呢，每一天呢，它都会包2餐给你们，所以你去到那边呢，其实你只需要一点点的 pocket money 啊，可能买一些零食啊，一些纪念品啊就可以了。有包2餐哦，就是 hotel 的早餐跟 hotel 的晚餐，午餐啊，你就要自己去买东西吃这样子哦。hotel 的時候啊，那雞蛋塞 pocket。有沒有？沒有啦。我以為你這樣 cheap 啊！省了一餐。那當然啦，其實 hotel 的早餐呢，應該都大同小異的，大同小異啊！你哭起來，我是大同嘛 ，RIP 哦。
可是晚餐呢就很不一样了，我不懂怎样讲啊，就很高级的感觉咯，整个东西非常好吃。然后我有额外就问一下，如果在那个 Hotel Boss 那边呢，想要吃晚餐的话呢，就不包那个啤酒啊，或者是那个红酒的话呢，一餐大概是要300块马币的。其实，在冰岛哦，吃东西啦都是这样子的价钱。有一个蛮标准的东西可以对比一下咯，就好像我们去吃的那个 KFC， 我们就6个人吃，有叫了2桶鸡啊，一些水啊，马币差不多要300块，一个人50块。啊是，155、250、35、15、45、20这样算的。Man 在冰岛应该是 KFC 算是最便宜的东西了吧？不懂哎，我们其实这一个 trip 都被 Mr. Lu 养到啊，有一点没有去太理那些价钱的东西啊，因为很多时候都是 Mr. Lu 请我们吃啊。被宠坏了。那我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 package 啦。我有问了 Mr. Lu 呢，其实他们有做这一个就是包团的服务啊，是包团啊，我也讲错嘛，就是那种1辆bus啊，然后可以坐18到22个人，一个人的费用呢，包括机票的话是24,998块的，如果不包机票啊，就是16,998块咯，相差一个6000块。这个就是冰岛团，然后你就可以跟着他们一起去玩啊，就是不用带脑了，跟着去罢了。那如果大家想要和我们一样去体验冰岛的 private 团的话呢，可以 inbox BP Holiday， 或者是去到这个官方网站那边啊，去看一下有什么详情啊，去哪里玩啊。因为那个价钱很不一样，好像你2个人或者4个人的价钱都不一样的，而且他们要帮你们买门票啊，帮你们定制你们的那个旅游嘛，所以价钱会很不一样啦。所以我建议你们还是 inbox 他们比较好。如果是 private 团的话，就是一些股东们在看这 video 的、特别有钱的人啊，你就可以去 message Mr. Lu，Mr. Lu 我很有钱啊，我可以要一个 private 团嘛，1辆车，只是载我跟我的小三这样子啊，你们2个人去玩咯，没有人可以拍到你们咯，偷拍不到哦啊，叫鸡也不是问题，没有人带小三不用叫鸡。冰岛是没有办法叫鸡的哦，冰岛没有在叫鸡，sorry，跟新加坡不一样，新加坡是合法的。其实这个价钱都是在冬天的时候的价钱来的。如果你好像其他季节去的话，可能就会有不一样。最贵的时候就是在夏天哦，冰岛夏天是最贵的，酒店啊、机票啊，全部都会可能翻倍的。是冰岛的价格其实上下是蛮多的嘞，就是他们每一个季节啊、每一个时段啊都是不一样价格。就像我们那时去那个 Sky Lagoon 啊，它的价格也是有分，夏天去又不一样价钱，冬天去又不一样价钱，然后它的早上跟晚上又不一样价钱的。对我们马来西亚人来讲的话啦，我们去那一种欧洲的国家，应该会选在冬天去的嘛。可是它冬天哦就比较便宜的哦，所以可能对我们来讲是好处来的。夏天去的话，它的风景当然会不一样，而且Mr. Lu也是有讲夏天呢其实会更美啊，所以有机会的话，夏天的时候可以去冰岛那边看看啊。然后最后一个哦，我想就是跟大家讲一下的那一个我们在Berjaya酒店那边啊，一个晚上的价钱呢大概是要1500块马币的，就是在冬天的时候的这个价钱啊。然后好像在8月的时候啊，有那一个全日食啊，没有，那个是2026年哦，2026年啊，8月这种10多号、12号啊，全日食就是地球、太阳，然后那个月球在中间，然后太阳这样照。然后整粒太阳是黑黑这样的，那个时候的价钱是最贵的。你们现在去 book 那个酒店，然后分分钟已经 book 不到了，已经满了咯，因为那个只有50年才有一次，而且是冰岛最容易看到那个东西的，看到最明显啊，所以很多人就会特地 book 那个机票去看。好像隔壁的国家那种挪威啊、芬兰那种也是可以看到啦，可是冰岛就不懂，这么特别多人去看，很多包括科学家，喵喵。Yes, so this is our Iceland trip 咯。呀，我觉得冰岛是一个很神奇的国家，就你一去到那边哦，你不会觉得它像地球，你可以看到草啦，因为那个青苔啊，他们很多青苔嘛，看起来很像草，然后你又可以看到黑沙滩那一片黑色到完，然后你又可以看到瀑布那些，还有雪山。可是你刚刚有讲到那个青苔青青的哦，好像草这样嘛，我记得 Mr. Lu 有讲过，那些就是他们的草来的嘞。是啊。妈你懂我这个买来这么嘛？给他去旅行的时候啊，吹他的格调的，他的格调每次出汗的嘛，买了这个哦，够大风嘛，一吹就干了。OK， 就是这样子啦。我们这一次冰岛之旅，所以我们下一个影片呢，应该是会在 Q&A 什么 Q&A Q&A 啊。 Yeah。
已经拖了很久，所以下一个影片应该是会拍 Q&A， 是不是？我还没有拍啊，应该是可以的。其实，因为我们距离下一次已经 planning 了要出国旅行呢，还有25天呢，所以我可能在25天里面呢，可以拍个 Q&A 出来。其实是在之前新年的时候，在 Instagram 有问大家的，可能现在就可以开始拍了咯。耶！我帮你们问问题，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尽管问。那当然啦，如果你现在看了这个 video， 你又想要问一些问题的话，你是可以 comment 在下面的。然后你可能 comment 的时候在前面加一个 Q&A 问题，然后你就问你的问题这样子嘛。问一下他嘴巴有没有这样臭啊？有人 inbox 啊，上次不是讲米奇的嘴巴臭咩？他讲介绍什么这样啊。我嘴巴没有臭的 ，OK。有些人就介绍我一些你要擦嘴唇的一个，因为他们看到我嘴唇一直裂嘛。大家，你们介绍他擦嘴唇的东西是没有用的，因为他是不会擦的。我家里有超多擦嘴唇的东西哦，给哦，哈哈，他不要擦的，你们可以不用理他。嘴巴这样放松一点。